明初的洪武年间，各地官吏每年要到京师的户部报账，核对钱粮和军需。地方送来的粮食和物资路上会有损耗，这就有可能会导致地方上报的账册和户部核算的结果有偏差。账册一旦有一项对不上，就要退回原来的衙门重新填写，再盖上官印。一个外地官吏跑一趟南京，本来就要花很长的时间，如果因为几个数字不合再跑回去，一来一回可能大半年就过去了。于是很多地方形成了一种做法，先在空白文册上盖好官印，带到京师以后再按照户部核定的数字填写。在一些官吏看来，这是一种为了完成报账流程而形成的惯例。可是朱元璋看到这件事以后，勃然大怒，掀起了大案，牵连的官员达到了数万人。在朱元璋看来，空白册页一旦先盖了官印，钱粮数字就可能被人随意填写，出现了贪污腐败。表面上看，空印案是朱元璋痛恨贪污，但实际上朱元璋更痛恨的是财政账目离开皇帝的控制，因此他打造了一套严密的制度，希望把全国的一切钱粮、人口、土地都准确掌握在朝廷手中。这些制度有哪些呢？朱元璋实现了他的目的吗？朱元璋的第一个制度是黄册。洪武14年，也就是1381年，明朝开始编造赋役册，他以户为单位登记姓名和丁口以及田宅资产，每10年重新编造一次。这些赋役册一式2份，一份放在地方，一份送到户部保存。送到户部的那份用黄纸封面，所以被称为黄册。明朝还在南京的后湖，也就是今天玄武湖一带设置黄册库，专门存放这些户籍和赋役档案。黄册的设立首先是明初恢复财政秩序的一步。元末战乱以后，很多地方户籍散乱，原来用于征粮和派役的依据已经失效。朱元璋要让军队和官府获得稳定的供给，就必须先确认户口和田土，把每一户所承担的税粮和差役写进官府可以查验的册子里。但是人们可能想不到，要实现黄册制度的目标，必须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默认社会变化不能太快，多数人最好长期留在本乡务农，田土最好不要频繁更换业主，职业身份能够长期延续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，10年一造的黄册才不会很快过时，官府也不用不断重新核对真实的经济状况。其实朱元璋并非不知道这个前提的存在，他之所以设立黄册制度，就是因为他所希望看到的基层社会就应该是这样。农民在本乡耕种，工匠留在匠级里服役，军户按照军级承担义务，地方事务由里甲和老人处理。这样一来，社会是静止的，不需要市场，不需要用货币来购买服务和货物，而朝廷也可以获得固定的财政收入，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征税成本。第一次造册时，某一个农户家名下有几亩田，有一些男丁，也许可以准确地登记，但是可能不要10年，情况就变了。家里有人去世，有人离开原籍，也可能因为灾荒和债务卖掉一部分田地。但这些变化并不会被及时写进黄册，原来的负担还会继续留在他家名下。反过来，一个有钱的大户通过典当或者买卖取得更多的土地，也不会主动上报他的土地变化，黄册中登记的还是他曾经的少量土地。改账也是一种权利，普通小户要到衙门说明田产变化，成本和难度更大。地方大户要拒绝登记多出来的田产，也有的是办法。结果就是国家以为自己在暗册征收，基层社会却可能已经把真实的负担重新分配过一遍。账面上最容易找到的人，未必是真正掌握财富的人。一个人要离开原籍远行超过100里，
就需要得到官方许可，申请官方文书，被叫做录引，里面写明了姓名、居住地、里长的姓名、年龄、身高、职业还有家属等信息。这对于商人尤为不便，意味着没有办法自由行商了。沿路的官兵、渡口和店铺都有可能检查录引。一个商人如果货物、目的地或者身份信息有问题，轻则被遣返，重则受到责罚。要得到批准，还必须要向官府进行申请。这个时候，官府的权力又成为一种寻租的空间。朱元璋设立的这套制度，就是在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。朱元璋并不希望大量人口脱离原籍，尤其不希望商人带着货物和银钱在各地自由流转。人在本乡，官府就能通过里甲找到他。人一旦长期外出，官府就会失去对人的控制力。按照制度，100里就要申请录引，那么老实巴交的农民，实际上这一辈子都不可能离开本县了。录引的背后还有货币问题。朱元璋不喜欢高度依赖金钱交易的社会。明朝初年，他禁止民间用银交易，而发行大明宝钞。因为银子不是朝廷生产，而是通过外贸获取的，它不受朝廷的控制。朱元璋想把市场经济最大限度的压缩，减小货物交换和货币流通。当官府需要人力时，可以征发里甲；需要工匠时，可以按照降级调人；需要军粮时，则使用屯田和开中法，减少朝廷直接运输的压力。不论是黄册还是录引，都意味着百姓尽量少离开原来的位置，而国家财政则尽量多依靠固定的赋税和劳役来得到满足。只靠黄册还不足以登记全天下所有的经济信息，朱元璋又发明了榆林册。根据《明史识货志》的记载，朝廷命国子监武纯等人分行州县，随粮定区，设置粮长，丈量田亩方圆，写明田主姓名和田地尺寸，再编成图册。田块一片片排列，形状像鱼鳞，所以叫鱼鳞图册。对朱元璋来说，这样做可以把抽象的税源变成看得见的图册。一个地方有多少田，谁占有这些田，朝廷以后征粮就有了依据。与黄册一样，榆林册也会过时，几年之后，土地会因为买卖和继承改变归属，同时还有可能因为水患、开垦或者荒废而改变形态。因此，榆林册也会逐渐与实际的经济现实脱节。今天我们看南京的明城墙，还能看到许多城砖上刻着文字，有些砖会写明造砖的地点，也会刻上相关的官员和工匠姓名。对于修城这样的大工程来说，这种办法有实际用处。如果砖出了问题，可以根据铭文追查来源。朱元璋修南京城墙，不只是动员了材料和人力，也把工程责任写在了砖上。匠户制度实际上也是这样的思路。明初有很多工匠被登记在匠籍里，朝廷需要修造宫殿、制作器物或者供应军需时，可以按级征调。明代匠户有著作匠和轮班匠等安排，有的工匠要按期到京师服役。对国家来说，这样可以用较低成本调动技术劳动力。对工匠来说，手艺被写进了官府册籍之后，就变成了家族必须长期承担的义务。这种制度在一些特定的工程里可以发挥作用，但是一旦扩展到整个社会，就会产生另一个后果。工匠有自己的生活，也有他自己在市场上卖艺的机会。一个手艺人如果能够在民间获得更好的收入，他自然不愿意长期被官府的差役束缚。明朝后来不断出现匠役折银的趋势，很多工匠用交银代替亲自服役，说明国家直接控制人身劳役的办法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。最后，朝廷越来越倾向把复杂义务换算成银子，让百姓交银，官府再拿银子去办事。这一步变化正好和朱元璋的设想相反，国家手里有账册，可是账册却成了废纸。
我们回到开头所讲的空印案，可以更容易地看懂这个问题。地方官吏带着空白印册进京，当然留下了舞弊空间，可是这种做法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，恰恰是因为财政流程本身有难以操作的地方。但是朱元璋看到的却是官吏有可能欺瞒，皇帝希望每一个数字都清清楚楚在他的掌控之下，全然不管实际运行中可能不断出现的损耗和协调。黄册也是这样，他可以把一个人写进国家账本，却不能保证这个人10年后还拥有同样的田产和劳力。他可以把一块田写在某个人名下，却不能保证真实收益一直由这个人取得。他也可以把一户工匠写进将籍，却不能保证这户人家愿意世代按照官府的安排服劳役。朱元璋的户口本在明初确实是有用的，它帮助了新王朝重新确认人户和田土，也让国家财政重新有了征收的依据。可是他最后管不住大明的经济，原因也在这里。这套制度适合一个变化很慢的社会，却遇到了一个逐渐恢复流动的社会。到了明代中后期，朝廷依然按册索取，地方社会却已经学会在册子之外重新安排财富和责任。普通小户还留在官府容易找到的位置上，而真正有能力周旋的人却有更多办法改变账本背后的实际利益关系。朱元璋的户口本终究还是管不住大明的经济。